这个拥有绝世容颜的女孩，不仅是帝国唯一的公主，同时也是现任皇帝的姐姐。她叫卡伊娜。然而就在她帮皇帝夺得皇位后，却被亲弟弟亲手杀死。这就是小说《黑玫瑰》的故事。卡伊娜是美丽却愚蠢的恶毒女频，而女主奥莉凭借自己的清纯善良，俘获了一众男人的心。对此，卡伊娜的内心充满了对女主的嫉妒。后来被自己亲弟弟利用，试图毒死女主，但计划失败，遭到弟弟背叛的卡伊娜，最终下嫁给一个凶狠残暴的男人。就这样悲惨的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这个女孩当初看这本小说，就是因为好奇恶毒女配的结局。小说里的卡伊娜和她很像，她们都是被人利用的提线木偶。面对公司里龌龊之极的油腻上司，她不愿再任人摆布。然而就在她下班准备回家时，一个疯狂的男人突然出现，他举起手里的刀刺向女孩。就这样，女孩倒在了血泊中。她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结局竟与恶毒女配如此相似。女孩缓缓闭上眼，就这样死掉也挺好。再次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人和周围的环境都是那么的陌生，而自己竟也安然无恙。他正诧异这是怎么回事，一旁的金发男子牵起他的手，亲吻下去。卡伊娜皇姐，你终于醒了。听着这熟悉的名字，他立马想起自己看的小说里雷杰普杀死姐姐。卡伊娜是恐怖的嘴脸，他起身想要逃离这可怕的地方，却在镜子前停住了。他不可置信看着镜中的自己，简直和小说里描写的卡伊娜一模一样。女孩渐渐反应过来，自己重生了。这时侍女端着一盆水走了进来，说她因为中毒脸色很不好，所以要重新为她梳妆打扮。她很疑惑，我中毒了吗？突然她感到身体一阵刺痛，无数记忆涌上她的脑海。只见卡伊娜在宴会上喝下红酒，接着便吐血晕倒了。难道自己的重生跟这件事情有关？侍女见她状态不好，便上前询问要不要叫医生。卡伊娜表示自己没事，并让她先下去。侍女先是一愣，随后松口气，原以为卡伊娜醒来会责怪她没服侍好，而遭到一顿毒打。难道是因为公主受到了刺激吗？侍女还是第一次见她如此安静。卡伊娜没想到自己死里逃生后做的第一件事竟是梳妆打扮，这就是公主的使命吗？只用做一个美丽的花瓶，可这有什么用？她记得小说中被所有人惊叹美丽的卡伊娜，最后不还是惨死了？想到这，她忍不住冷笑起来。女孩重生回第一世恶毒女配，她发誓绝不再任人宰割。熟知剧情的她又会如何绝地逆转？卡伊娜从刚才开始便逐渐恢复了这一世的记忆。她庆幸回来的时间点还不算晚，父皇现在还活着，这也就意味着还有牵制自己那恐怖弟弟的方法。不过她打算在弟弟登基前就离开这里。第一步，她准备先找个容易掌控的男人，绝对不能和书中囚禁她的疯子结婚。就在这时，雷杰普忽然来求见。卡伊娜微微一笑，该来的果然还是来了。雷杰普弑父夺位，违背伦理纲常的不孝子。他虽拥有天使般的面孔，但性格极其暴力，只因他从小就没有得到过父皇的爱，所以长大后成了一名暴君。说到底，他只不过是个渴望被关怀的可怜孩子罢了。面对雷杰普的关心，卡伊娜表示自己没事。雷杰普很惊讶，他怎么会这么淡定？他坐到卡伊娜旁边，卡伊娜向他表示歉意，让他在很忙的时候还抽空来看自己。雷杰普嘴上说着她是自己的姐姐，理应自己来看他，心里却很慌。他从未见过如此沉稳冷静的卡伊娜，以前的他这时只会大声质问他什么时候抓到犯人，之前的他总是很聒噪，习惯把内心想法写在脸上，但现在自己竟然一点都看不透他了。雷杰普猛地起身，应该是自己想多了吧，因为卡伊娜就是一个除了漂亮一无是处的提线木偶。雷杰普抱住她，在她耳边轻轻说道，我一定会亲手抓住毒害姐姐的凶手，并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而卡伊娜嘴角上挂着冷笑，原来在她眼里，自己只是一颗帮助她坐上皇位的棋子而已。她一把推开雷杰普，让他不要再去追查凶手了。看着一反常态的卡伊娜，雷杰普激动大喊，为什么？你可是差点被害死了。卡伊娜瞥了一眼他，心里很清楚，给自己下毒的人就是他亲爱的好弟弟。见他不说话，雷杰普着急询问他，是担心遭到报复吗？你不用担心，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卡伊娜摇了摇头，他知道下一步雷杰普就要栽赃吉利安为凶手了。雷杰普想削弱其家族的势力，所以才会对他下毒，自导自演这场贼喊捉贼的戏码。而卡丽娜之所以阻拦他，是因为自己的外祖父哈梅尔伯爵家族也牵扯其中，如果外祖父倒台了，自己的处境就会变得很艰难。他牵起雷杰普的手说道，不要把公爵家族拉下马，而是要把他们拉入你的阵营。女孩重生成书中恶女，这一世双商在线的她要掌控全局。听着女孩深谋远虑的话语，雷杰普震惊了，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聪明？女孩表示自己想再找个信得过的新侍女。你觉得奥利怎么样？也就是基德雷家族直接资助的小姐。雷杰普记得他之前明明很讨厌这位小姐，他不敢相信，又向她确认一遍。卡伊娜表示自己不能总由着性子做事，不顾大局。雷杰普彻底看不懂她了，眼神充满警惕问道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，皇姐？卡伊娜微微一笑，随后走下床，她跪在雷杰普面前，亲吻他的手。我敬爱的王。雷杰普脸色一红，起身想要扶起他。卡伊娜接着说道，我只有你了。他
他记得这句话，小说中的卡伊娜对他说过很多次。雷杰普咬牙甩开他的手，够了，你到底打的什么算盘？此时他觉得面前这个与他共处10几年的姐姐很是陌生。卡伊娜微眯着眼反问他，真的把自己当做他的姐姐吗？并一针见血指出，如果我没有了利用价值，你会把我当作联姻工具送出去。卡伊娜知道，如果再次嫁给吉利安，她还会被囚禁虐待，最终惨死。他缓缓走上前，不如我们做笔交易。雷杰普问他到底想干什么，卡伊娜提出让他自己来选择结婚对象。雷杰普冷笑一声，问他能为他做什么。这时卡伊娜的身体突然传来一阵眩晕感，她握紧拳头，努力撑起疲惫不堪的身体。我可以帮你坐上皇位。看着雷杰普狐疑的神色，他继续说道，我知道你现在并不信任我，但你回去仔细想想，究竟谁才是真心为你。话音刚落，卡伊娜的身体向后倒去，雷杰普急忙上前抱住她，她的身体怎么这么烫？雷杰普大喊赶快传御医。就在此时，卡伊娜伸出手抚摸着他的脸庞，真是个善良的孩子。说完便昏了过去。安置完卡伊娜后，雷杰普让手下从没落贵族里找几个愿意背锅的，并吩咐手下加强对卡伊娜公主的监视，她的一举一动都要报告。雷杰普一直以为自己把她玩弄于股掌，现在却后知后觉自己可能被他耍了，怀疑这背后有人指点卡伊娜。那日之后，他总会想起卡伊娜望向他的那双蓝色眼眸，里面不再空洞无物，而是充满了智慧和不屑。雷杰普突然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，明明是属于他的愚蠢又美丽的玩偶。与此同时，卡伊娜也得知有新的人背顶替害他的凶手。看来雷杰普果然听从了自己的意见。人们都说这个女孩是怀抱毒刺的玫瑰，拥有举世无双的美貌，只有她知道自己要搞事业，不然就要落得小说中恶女惨死的结局。马上就是卡伊娜成年礼了，侍女套她话问她希望自己未婚夫是基德雷少爷吗？卡伊娜知道自己周围的人都是弟弟派来监视她的，所以她说的话肯定会传到她的耳朵，而且也会传到皇帝耳朵里。于是卡伊娜直言说道，父皇不同意这门婚事，所以他们是没有可能了。如果基德雷成为驸马，可能会打破皇室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制衡。侍女很惊讶，谁都知道卡伊娜的初恋以及暗恋对象一直都是基德雷，没想到他此时竟会说出这种顾全大局的话。接着卡伊娜起身命令道，来人服侍本公主更衣。换上新衣的她让众人纷纷赞叹不已。侍女注意到卡伊娜以前听到这种话都会很高兴，但今天居然没有什么反应，她不禁思考现在的公主绝对不容小觑。然而卡伊娜也注意到了这个叫贝拉的侍女，聪慧机灵，很会察言观色，是众多侍女中唯一一个可以为她所用的人。她府上的侍女都是弟弟雇佣的权贵人家的女儿，为了当上皇子妃，他们可以轻易背叛她。于是卡伊娜打算给贝拉一个机会，究竟要不要选择当她的人？为了不做提线木偶，她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势力。这一次，卡伊娜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。你们准备一下，我要去拜见皇帝陛下。卡伊娜来到皇宫，父亲很惊讶她竟会主动来见她，并表示如果她想抓住真正的凶手，他可以出面帮她。卡伊娜记得原著里年幼不懂事的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并不好，而父亲也知道是他的亲弟弟给她下的毒。